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蜀锦人家定档，古装轻喜剧，谭松韵堪称女版赵本山，肯定火。11月28日，电视剧《蜀锦人家》正式官宣定档，自11月30日起于优酷平台独家上线开播。该剧由谭松韵、郑业成等一众演员领衔主演，其讲述的乃是处于古装情境之中，女主角致力于发展蜀锦事业的故事。这般故事内容，妥妥的属于典型的古装轻喜剧类型呀。在快要过年的时候进行播出，想不火起来，着实很难呢。不妨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这部电视剧的剧情梗概吧。晚唐之际，蜀锦之美为众人揭晓，权贵豪绅竞相追捧，军中甚至能够以锦代饷，真可谓寸锦寸金，故而成为各方势力利益角逐的关键之处。蜀中益州的锦业在繁荣的表象之下暗潮涌动，益州季家的蜀红丝千金难求，享有蜀红衣出千红窟的美誉。季家的小娘子季莺莺自幼聪慧机敏，对染丝之事痴迷不已，其天赋逐渐显现端倪。织锦大户赵家之子赵修元因爱生恨，致使季家处处遭遇阻碍。锦王世家的庶子杨静兰在外游学多年后，携带着锦官的名号强势归来。原本那个顶着短命关这般虚职的纨绔公子，其蛰伏与周旋皆是为了还原当年的谜案。在调查的过程中，他与自幼便印象极为深刻的爽辣小娘子季莺莺愈发亲密，与季莺莺携手一同化解诸多危机。季莺莺的染色技法在蜀地声名远扬，进而引起了一直觊觎各家秘方的南诏白王胜丰则浓厚的兴趣。在南诏不断紧逼之下，益州局势动荡不安，季莺莺挺身而出，肩负起保护一众工匠的责任。杨静兰孤身深入南诏，与莺莺联手与南诏周旋，使得锦业再度焕发生机，留下了一段有关蜀锦的美好佳话。这个剧情梗概实在是太过循规蹈矩了，根本没能提炼出这部电视剧的核心精髓所在。我们依据蜀锦人家的定档预告片，重新对这部电视剧予以概括。女主角处于古装的情境之中，以轻喜剧的方式演绎一个凭借售卖蜀锦从而实现财富自由的故事，并且在此过程中还顺带与男主角发展感情，撒糖，让青年观众们觉得既能够全力投入事业发展，又能尽情畅享爱情。古装轻喜剧能够逗乐众人，接着再融入一些甜宠谈对象的情节加以调和，便能使观众们感到满意。这样的剧本，倘若交由其他明星来进行拍摄，那么扑街的几率将会非常高。然而，倘若让谭松韵来担任主演，这部戏就成功了。为何会如此呢？原因极为简单，谭松韵这位青年女演员给人的感觉就是充满喜庆。这类具有喜庆特质的女演员，其所饰演的角色内容并非最为关键，关键在于通过剧情为观众们营造出那种喜庆的氛围。鉴于此，我认为谭松韵就仿若女版的赵本山。赵本山老师拍什么都能够大火，有很多剧本倘若换作其他人来拍摄，早就不会有人关注了。然而，您看啊，像乡村爱情那般质量较为一般的剧本，竟然能够让本山老师拍摄10几部之多，且每一部都有着几十亿的累计观看数量，这究竟是为何呢？也是因为喜庆的缘故。赵本山老师一登场，便能带来喜庆的氛围，给予大家欢乐。央视春晚就理应邀请赵本山，
让他排练一个小品，从而给大家增添喜庆的氛围才是。自带喜庆之氛围，并非所有演员皆具备的独特魅力。众多演员当中，多数都不具备此种特质。大家不妨仔细思量一番，一想到谭松韵这位女演员，最先浮现在脑海中的女演员容貌画面会是怎样的呢？必定是这位女演员的对脸特写，必定是这位女演员从抿着嘴逐渐转变为开始笑的动态画面。这便是典型的喜庆。此种喜庆，越是临近过年之时，就越是备受大家喜爱。倘若优酷能够稳得住，不急切让蜀锦人家上线，而是将其放置到腊八节之后再上线，或许会产生成几何级数般爆炸的效果了。那位曾经提及自身带有喜庆氛围的女演员，还有一些呢，就像严学晶也是这般情况。虽说如此，但严学晶究竟具体多大岁数了呢？在青年女演员群体当中，能够开怀大笑的又有几个呢？我们当下的青年流量女明星们，她们所擅长的领域是玄幻类的，几乎都是那种恨不得天天哭泣的类型，会笑的，能够给观众们留下喜庆印象的，着实不多，寥寥无几。谭松韵就占据了那个会笑的娃娃脸的优势，所以说谭松韵最为契合她的戏路，便是诸如蜀锦人家这类处于架空古装世界当中的作品，其主要致力于搞钱以及谈对象，这样也为青年女性观众们构建起了梦想能够实现事业与爱情的双丰收。再者，谭松韵这般充满喜庆的人，满脸笑容的为大家演戏，给大家带来欢乐，不管戏演得好与不好，最终都算是好的，而非坏的。这便是演员超越了戏本身。没办法，喜庆的演员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鉴于此情况，诸如蜀锦人家这类电视剧，存在多位编剧以及多位导演，倘若换了其他演员，极有可能会陷入惨败的境地。但若是由谭松韵来担任主演的话，那么这些减分项就变得不那么关键了。我认为这部蜀锦人家整体的播放成果，轻松达到10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倘若极为搞笑，突破20亿也是较为容易做到的事情。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